那色板这一块呢，我就讲完了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啊，它是对你们在跟客人沟通的一个重要性啊，很多东西的沟通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好吧？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选色的步骤啊，进入到选色步骤。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第一个 ，OK， 好。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的屏幕上面会有出现4种染发剂啊，在我们的市场上面目前有4种染发剂。第一种染发剂我们叫它为叫永久性的染发剂，也就是氧化永久性的染发剂。氧化永久性的染发剂就是我们现在店里面发廊里面用的最多的染头发的染发剂，就是染膏加双氧，也就是我给大家讲的那个染发原理的染发剂。染头发必须染膏加双氧染发剂，它叫永久性的染发剂。但是为什么它叫永久性的染发剂呢？有很多人呢会不理解，说老师它为什么叫永久性的？它染完的颜色这个颜色都会掉啊，怎么叫永久性的？它这个永久性不是说颜色不掉，它是永久性的改变了头发里面的底色。就当你用永久性的氧化性的染发剂去染头发的时候，头发里面的天然色素是不是被染浅了呀？染浅形成了一个底色，那这个底色就永久的改变了。就算这个颜色退掉了以后，它也不会退成像之前没有染发那个样子，所以它叫什么？它叫永久性的染发剂，它是永久的改变了你头发的天然色素里面的结构，所以它叫永久性的染发剂啊，就是我们店里面用的最多的。那第二种染发剂叫什么呢？叫做半永久性的染发剂。什么叫做半永久？它是不会改变头发里面的天然色素的一些结构的啊，但是呢，它又怎么样呢？它还是需要配合非常低浓度的双氧来去染头发的啊，它也是需要配合低浓度的双氧去染头发的。例如现在市面上有的半永久性的染发剂是什么呢？像是歌薇的啊，它会有很多那种气罐装的，它是半永久性的染发剂。那半永久性的染发剂呢，它是染浅头发的能力是基本上没有的。它是不能够把黑发染得比较浅的，它也不会染得比较浅。为什么？因为半永久性的染发剂里面的氨基本上没有，就是染膏这个半永久性染发剂里面是没有什么氨的，没有，或者有的有一点点啊，有的会有一点点。我是说的整个很全面的啊，就半永久性的染发剂里面其实是没有氨的，或者有也是一点点。但是半永久性的染发剂它也是需要配合一个很低浓度的双氧的，但是这个低浓度的双氧一般在产品公司它不会叫这个叫做双氧，它会叫什么呢？它会叫这个叫做什么调和乳啊、混合液呀啊，它不会叫双氧，因为叫双氧以后很多人都会认为啊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啊。然后半永久性的染发剂呢，在市场上有很多人也会叫它们叫做色素护理，知不知道啊？就是说啊，你看我们在卖的是色素护理，其实它就是半永久性的染发剂，只是它不可以把黑发染浅而已。那半永久性的染发剂是用在什么样的头发上呢？是用在那些有底色的头发上，就是这个头发已经怎样啊，已经有底色了，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上色。那如果这个头发本身就是全部都是黑色的，你用半永久性的去染发剂怎么样去染，它没有染浅力，它就是基本上没有染出来颜色，所以它才会叫这个叫做色素护理。像有一些客人他染过头发了，然后色素都掉了以后呢，那你干脆过来做一个色素护理吧，那你就用半永久性的染发剂给它做完以后，第一，半永久性里面没有氨，头发做完了以后光泽度非常的好啊，那些色素也就完全的补充上去了，所以这个叫做半永久性的染发剂啊，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我们称它为叫做直接性染发剂，就是现在当下啊，大家这个迷迷糊糊的啊，就是晕吧唧的这些染发剂。什么叫直接性染发剂？就是这个染膏它是不需要配合双氧的，它挤出来就是有颜色的，这种叫直接性染发剂。在市面上直接性染发剂现在目前有2种，一种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蜡啊，蜡就是直接性的染发剂，它挤出来就是有颜色的。还有一种呢叫做酸性染膏OK， 酸性染膏挤出来也是有颜色的，但是直接性染发剂跟前面的永久的氧化性染发剂和半永久的染发剂有什么区别呢？
直接性的染发剂它不需要配合双氧把这些色素氧化出来，为什么？因为它直接挤出来的就是人工色素了，它不是色素前体哦。它挤出来的就是人工色素，它不是色素前体。那这些色素都是会比半永久的和永久的染发剂呢要更亮一些，要更鲜亮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头发的效果，下面的这个头发就是用酸性染膏染的，这个是我好像前几年跟这个某人在在后台去染的这个头发是橙色的，是粉色的来搭配的这款头发，这是酸性染膏哈。上面的这个呢是我在网络上面找了一张图片，这就是我们说的蜡这就是我们说的蜡。那酸性染膏和蜡都是直接性的染发剂，甚至现在在市场上面还有一些产品商在打擦边球。什么叫做擦边球呢？他把直接性的染发剂和永久性的染发剂怎么样放在了一起。例如现在市面上的什么伽马呀，反正就是这些但是那些染膏你们挤出来是不是都有颜色呀？直接有颜色。但是这个染膏呢，它也可以染浅，所以它就是把直接性的染发剂加入了这些永久性的染发剂当中让你染出来的颜色看上去有那么足够的冷。但是这个染膏一挤出来是有颜色的，因为直接性的染发剂它是直接是有颜色的，明白吗？就是有很多人去打这个擦边球，还有很多什么 M什么88呀，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直接性的染发剂里面有没有氨呢？它没有氨直接性的染发剂里面是没有氨的。 OK， 所以你会发觉直接性的染发剂也只能染在那些有底色的头发上，如果没有底色它就会怎么样呢？它就可能是上不去色，也没办法把头发的天然色素给染浅。所以直接性染发剂它是不需要配合双氧，里面是没有氨的，只能够在有底色的头发上去做。那讲到直接性的染发剂，我再花一点时间给你们讲，因为现在在市面上就经常会有很多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希望我的学生你们学色彩根基就要更清晰一点更专业一点。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使用蜡你们可以使用酸性染膏，但是不建议你们使用蜡。蜡呢，它是附着性很强的染膏，它是直接附着在头发的表面的，明白我意思吗？它是就是附着在头发的表面，甚至蜡里面有一些不好的蜡，里面是含有大量金属的，大量金属性的东西是有害的。那蜡染完的头发是非常的死板和生硬的，头发是不柔软的，是很生硬很死板的。但是酸性染膏染出来的呢，相对来说看上去的头发就会比较柔软，而且颜色也容易改。蜡容不容易改是不容易改的。蜡就相当于什么？就像那个指甲油一样，它根本这个颜色都不进入到头发的皮质层，它就在表皮层像刷一层油漆一样，直接刷在上面了，能理解吧？所以不建议大家去使用蜡的原因是，不要拿自己的客人去做这件事情叫做什么？害人又害己。害人是谁？害客人。害己是谁？害你自己。因为这个客人你用完了以后，下次来找你再去做头发怎么办是不是？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不建议你们去用蜡那我们国内用蜡用的是最多的尤其是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些店里面没有些专业知识的人，他们就大量的用蜡，然后染完了以后，这个女孩子回来再改色，再继续漂，然后现在网上会又出现了很多这些既然大家都这么用蜡怎么办呀？又出现了一些含有非常强烈酒精的这种去蜡的东西，什么去蜡宝呀、退蜡宝呀，就很多酒精的，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说的那个指甲油，要去掉指甲油，是不是要用一些很多的酒精的含量或者是咱说的去什么汽油含量，就这种举个例子就一定要有这种东西，你才能够把头发上面的东西给它去掉。但是用了这种东西是很危险的，而且对发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发质是很重要的，所以不建议大家使用蜡当然，如果你们想染这种非常鲜艳的光亮的颜色，你可以选择什么？酸性染膏酸性染膏。那第四种呢，我不多说了。第四种叫什么？暂时性的染发剂。什么是暂时性的染发剂？就是你涂在头发上，就像以前就是白白的，有很多男孩子涂在上面就这样，但一洗头就怎么样？就没有。这种叫暂时性的染发剂。目前在市面上只有这4款染发剂。当然有些产品商会把其中的2款染发剂放在一起然后
这样子有很多人觉得哇这个很好用，但是染完了以后也很难改色啊，也很难改色，明白吗？现在目前市面上就这4款染发剂，好吧 ？OK， 你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永久性的染发剂，还有在这里我再加一块哈，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很不理解哈。最近呢有很多的学生也在问我，上次直播的有给大家讲过了，就是氧化性永久性的染发剂里面是含有氨的，对不对？那半永久的有没有氨啊？没有氨。那直接性染发剂有没有？没有氨。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漂完了头发以后，再去上色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头皮都很痛啊？对吧？有很多人学生都问我，是不是老师你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我现在这里针对于你们6、7的学员告诉你啊，如果你们头发都漂好了，底色都 OK 了啊，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认为的干货好不好？其实这个从原理上面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你们学了色彩根基，只要你们动动脑子就能够理解。你把全部的头发都漂好了，假如说你漂到9度的浅黄色 ，OK， 好，你们漂到了9度的浅黄色，好，这个时候我们在上颜色的时候呢，头皮会很痛，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有氨 ，OK， 原因就是有氨。氨是一个挥发的气体，它跟双氧调在一起以后呢，它会针对于头皮会有挥发。为什么？因为我们漂过的头发以后，头皮因为大量的碱性，会让头皮这个地方的油脂层各方面都已经去除了。所以你有染膏当中染上去的染膏，如果有大量的氨，它就一定会刺痛，它就一定会刺痛。那怎么办呢？你们尽量就把氨减到什么最低。如果你们店里有半永久的，你用半永久去涂，它就不会痛。为什么？里面没有氨，它没有挥发，所以没有任何问题。好，那有些人会用什么呢？用什么啊？我用这个酸性染膏，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酸性染膏里也没有氨，它也不会痛。只有氨特别多的才会痛。那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人愿意做那种非常非常浅的颜色，极浅的颜色，把头发剃得很挺，但是漂完了以后涂在头发上还不痛，下面所有人都觉得很奇怪，哇，他们好厉害啊，因为他们漂头发不碰头皮，是不是？我告诉你，他就是漂头发再不碰头皮，我给他调一碗染膏让他涂，他就会痛死。你就是再不碰头皮，你是不是也要离近发根这个地方啊？离近发根的话，漂粉和双氧它会有一种挥发的，它也会针对于头皮有一些什么，有一些影响。但是为什么他们上色的时候不痛呢？因为它里面加入什么呀？假如说哈，我举个例子来说，你用永久性的染膏或者半永久性的染膏，你就用什么？我们说有一个叫做稀释剂的东西。以前很多人他不告诉你是稀释剂，但是现在最近大家发出来都叫稀释剂了。其实我们在第1期的课程大家讲什么叫稀释剂。稀释剂就是染膏当中的辅料，里面是没有氨的。它有什么作用？它就是冲淡色素的，你用稀释剂往里面加一些什么你想要的颜色就可以了。稀释剂是大量的稀释剂是大量。当然在稀释剂往里面加出个颜色，你可以加很多种哦。你可以加你们永久性的染膏，明白我意思吧？可以加入你们永久性的染膏，例如你们店里的5杠几几、6杠几几，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们又可以加什么？你们也可以加入酸性染膏，明白我意思吧？酸性染膏，例如像什么蓝啊、紫啊、绿啊、红啊，对吧？加入一点点，然后用稀释剂大量的稀释它，这个颜色是不是变浅了？你就怎么怼头皮它都不会痛。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氨。它里面没有氨，当然不会痛。所以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哇，你怎么染头发都不会痛？它没有氨怎么会痛？如果你把稀释剂变成0-00，懂我意思吧？如果你把稀释剂变成0-00，你看它痛不痛？0-00有大量的什么？有大量的氨，你看它痛不痛？它一定会痛，明白我意思吧？当然漂浅过的头发，针对于发根的地方，我们都一定会选择低度的双氧，对不对？就是你再低度的双氧，氨特别多，它也会针对于头发有一些刺激的。所以针对于这漂浅过的颜色，我们尽量去选择这些没有氨的情况下去涂，它的这个刺痛感就会少。所以我每一个色彩根基在讲选色的时候，都会给大家讲到所有现在目前市面上的这些染膏它的一些特点。
对吧？我们现在店里面经常用的氧化性的永久性染膏、半永久性的染膏、直接性的染膏，对吧？经常用的就是3种，后面2种是没有氨的，只有在有底色的头发上才能使用，对吧 ？OK， 前面这个永久性的染膏为什么店里面都大量使用？是因为它是可以把黑发染浅的，所以你们店里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因为有很多客人都长出来黑发，他需要染浅，对吧？如果头发都漂过了，都是有底色了。这种情况下，我需不需要再染浅呀？我不需要再染浅了，因为底色已经够了。这个时候我就完全用需不需要氨了？我就不需要氨了。这样子染出来头发的健康程度也会很好，对吧？不需要氨，我就把氨拿走，对头发的健康也很好，然后颜色也很 OK， 而且怼在头皮也完全不会痛，能理解吧？除非他的头皮破掉了哈，不是说你不用怼这个，怼任何东西都痛，你冲水都痛，那是你漂发的问题。你漂的处理的问题，我说在上色这个过程，你要选择正确的染膏就 OK 了，好不好？正确的染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是大家对这些染膏的了解啊。目前市面上呢会有这么一些染膏，接下来呢我会花更多的时间是针对于什么染膏来去给大家讲呢？是针对于氧化性永久性的染膏给大家讲。因为酸性染膏和半永久性的染膏呢，其实不需要特别多的讲，它就是单纯的颜色调完了以后涂在有底色的头发上，底色不同，底色越浅出来效果越好。但是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永久性的氧化性染膏给大家讲，因为大家经常去使用，对不对？那氧化性永久性的染膏呢，现在是目前市面上已经占的95%以上，甚至99%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染膏系列啊。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它里面呢有非常多的颜色的一些区别啊。什么叫颜色的区别？就是它有专门高度染浅的颜色，它也有什么？它也有一些盖深的颜色，甚至它还有基色，它还有那些没有色度只有色调的颜色。甚至这些氧化性永久的染膏，大家也经常会把它们分为什么欧系染膏和什么日系染膏，对吧？很多人也会问到，老师，欧系染膏跟日系染膏有什么区别？现在呢，在市面上流行的这些染膏，其实欧系染膏跟这个日系染膏区别不是很大了啊，不像以前啊，以前的区别很大。现在很多的欧系品牌的染膏也出了很多日系的颜色，对吧？那很多的日系染膏的品牌也出了很多欧系染膏的颜色，其实他们都有点什么，有点那个互相接近了。但是他们的最大区别来自于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们的色素量是最大的区别。什么叫做色素量呢？就是欧系的染膏大家都会觉得它的颜色比较怎么样啊，比较浓郁 OK。 那日系的染膏大家觉得它的颜色都会比较什么，都会比较淡 OK。那日系的染膏它的染浅力就会比较怎么样，就会比较强，染浅力会比较强。欧系染膏大家会觉得它的染浅力相对来说什么，染浅力这是比较强 OK。 欧系的呢就会比较什么，比较弱。为什么日系的染膏你会觉得它的染浅力会比较强呢？因为它的染膏当中的氨的成分会比较什么，氨的成分会比较多。因为氨的成分会比较多，所以它的染浅力就会比较强。因为它的染浅力比较强，所以它的色素就一定要淡。为什么？因为氨多了以后，它会针对于色素过度的氧化，它会过度的氧化的。其实它是有点点排斥的。OK， 那相对来说，欧系的染膏因为色素比较浓，所以它的染浅力就相对来说比较弱，也就是它的氨的含量相对来说什么比较少。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欧系染膏，例如现在像是进口的，像是薇娜呀 OK， 像施华蔻呀、欧莱雅这些品牌也出了非常多的跟日系一样的这个染膏。为什么？它的染浅力也很强，它也有很多染浅力特别强的颜色啊，就像日系是一模一样。像日系也出了一些，有一些就像欧系一样色素比较浓的颜色，其实它是比较混的，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特别的去分什么欧系呀、日系的，我们只需要知道你用的染膏当中哪一些染膏它的染浅力很强，色素比较淡，哪一些染膏它的遮盖力比较强，对吧？针对于头发已经花掉了，但是这个染膏选它的遮盖力很强。那这个头发需要高度染浅，我选择哪一些染膏能够帮助我们高度的把颜色什么给染浅
就好了。所以不一定要去分日系和什么欧系啊。